这一讲我们来讨论一个强大无比的技巧，如果运用好这个技巧，几乎可以在任何的辩论中取胜。这么厉害吗？是什么技巧呢？这个技巧叫做情感操纵法。意思是操纵辩论对手的情感吗？不是，我们是要操纵旁观者的情感，让观众对辩论者施加压力。只要我们可以调动观众的情绪，那么就可以轻易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，对别人进行审判。好可怕的技巧！现在我们就来学习第一个技巧：操纵恐惧情绪。最容易操纵的情绪就是恐惧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夸大事实等方式调动起观众的恐惧情绪。举例，为网络管控找理由。如果我们不限制网络言论自由，国家安全将面临严重风险。举例，支持削减社会福利。如果我们不削减社会福利，国家将陷入债务的泥潭，经济将崩溃。举例，在选举中制造恐慌。如果选举对方候选人，则国家经济会彻底崩溃，失业率飙升，同时战争将不可避免。除了制造恐慌的情绪，我们还可以勾起别人的怀旧情绪。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种怀旧情节，人们愿意回忆过往的美好，利用这种情绪也可以让我们博得大众的好感。举例，宣传怀旧口号，让我们的国家再次伟大。举例，利用对过去文化高峰的怀旧情感。我们的城市曾经是文化和艺术的中心，让我们实现这个城市艺术的伟大复兴。举例，阐述工业复兴计划。我们曾经是一个工业强国，我将带领大家重振制造业，恢复过去的辉煌。接下来是下一个技巧：操纵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占领道德高地的法宝，一般只要成功使用这一招，就几乎确保了辩论的胜利。举例，外国势力批评我国。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，不应该屈服于外部势力的压迫。举例，压制对于军事政策的批评声音。只有真正爱国的公民才会支持我们的军队。举例，为自己拉票。投票给我就是保护我们伟大国家的主权完整和民族价值的表现。接下来的技巧是操纵别人的同理心。博取同情是非常好用的技巧，我们从小就知道通过博取父母的同情来获益。举例，为抗击某种疾病争取资金支持。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，将会有更多无辜的生命因为这种疾病而丧生。举例，争取灾区救援资源。在这场自然灾害中，无数家庭失去了一切，我们必须伸出援手。举例，为军事行动辩护。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意味着支持那些为自由而战、为保卫我们的安全而牺牲的战士。接下来是利用愤怒情绪。要想快速的给辩论对手进行道德定罪，那么激起群众的愤怒情绪是最快速的方法。举例，利用群众对枪支暴力的愤怒。那些反对严格控枪法案的人，实际上是在为每一起枪支暴力事件背书。举例，利用群众对贫富差距的愤怒。继续这种不平等的经济政策，就是对普通工人的背叛。举例，利用群众对破坏环境的愤怒。反对这项环保措施的人，都是在赞同对我们星球的破坏。以上的5个技巧都是想办法激发群众的负面情绪。下面来讲一个激发正面情绪的技巧，那就是利用群众的希望和乐观情绪。我们需要为群众承诺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从而获得他们的支持。举例，宣传改革措施。通过这些改革，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世界上最进步和最幸福的国家之一。举例，宣传外交成果。这次外交努力将为我们带来长久的和平与稳定。举例，宣传环保措施。我们的环境保护措施将确保我们的孩子能在一个更清洁、更健康的地球上成长。接下来要学习的是群体认同的技巧。有些时候，单纯的想要激发群众的情绪不太容易，因为群众有可能和自己不在同一个层次，单纯的说教很难引起群众的共鸣。因此，我们就需要这个群体认同的技巧。我们需要表明自己与群众都在某一个共同的群体当中。举例，在地区性政治讨论中使用群体认同。我们这个地区的居民一直都是政府忽视的对象，是时候团结起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了。举例，在国家层面的辩论中使用群体认同。作为国家的一员，我们有责任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。举例，讨论教育政策的改良。所有关心子女教育问题的人都应该支持我们的倡议。下面来介绍一个群体认同的高阶技巧——受害者化。这个技巧可以理解为群体认同的强化版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，把自己的群体塑造成受害者。人们在遇到共同敌人的时候，就会天然的要团结起来，这样群体认同就非常的容易了。举例，讨论国际关系。我们的国家一直受到外国政府的不公平对待和经济剥削。举例，应用在教育政策辩论。我们的年轻人是现行教育体系的受害者。举例，讨论国内经济政策。
我们的工人阶级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化的牺牲品，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理性的，只要学会了操纵观众的情感，就可以快速的占领道德高地。请多多练习这些技巧，让他们成为你生命中的一部分。感谢教主大人的精彩讲解，我们下期再见。